婚纱店内，我化完妆出来，气氛诡异的尴尬。男友的女兄弟穿着我的那套开叉婚服，站在他身旁打闹。他正笑着，一把跳上了段南星的后背，动作幅度过大，露出了蜜色的性感长腿和黑色打底裤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穿裙子呢，可都是为了你的婚礼。我不管，到时候你得给我个大红包。我愣在原地，场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段南星唯恐曾楚柔摔倒，单手扶着女人的后腰。别闹，怎么还像个长不大的小孩？还不快过来见过你嫂子？曾楚柔探过头，笑眯眯道：“嫂子好。”我站在原地，一言不发。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打趣道：“楚柔刚从国外回来，她和南星从小一起长大，穿一条裤子的那种，南星可没把她当女的。”曾楚柔看向我，挑了挑眉：“不是吧？这都会不高兴，这心眼也……”随即又压下唇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小声嘀咕：“要还知道我和南哥真正意义上穿过同一条裤子，不得闹死。”段南星笑着走了过来，揽着我的肩膀：“姚家，大方点，我和楚柔就是发小。”我开口：“怎么大方？他连内裤都能让你看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能让你脱？”话音刚落，曾楚柔大叫，被同行的朋友拦了下来：“你在阴阳怪气什么？同样是女的，你当着我面造黄谣。我早就说过，跟那种又作又小气的女的合不来，还非让我回来。”段南星挡在我面前，眼神责备：“佳佳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”我低垂着脑袋，在抬起头时掀起眼皮，眼底泛红。我也不想这么说，可是你看她穿的，让我怎么想？适当的示弱并不是软弱，而是另一种对狙的手段。我的手指向曾楚柔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她的身上。原本按照我的尺码做的鱼尾服，在她身上反倒有些紧，更衬得她胸前呼之欲出。段南星不自然地别开眼，皱眉道：“谁让你穿这件的？”曾楚柔背胸，撅着嘴，委屈道：“不就一件衣服吗？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吗？你不会是小说看多了，以为我是那种汉子茶吧？嫂子可别吃醋了，我有未婚夫的，跟南哥也是闹着玩而已。”段南星为难地看向我，满脸歉意。我拉着他的胳膊摇了摇：“这样呀，那怪不得，就像你们说的，楚柔在国外待久了，可能行为处事就是比较奔放吧，不像我们国内的女孩太保守了。我要是未婚夫的话，肯定不跟别的男人。”话没说完，我捂住嘴。曾楚柔勃然大怒，一脚踢落了脚下的高跟鞋。段南星，你有种！我千里迢迢从法国来参加你的婚礼，你就是这么羞辱我的吗？他推开众人，捂住嘴，跑出了店。段南星急了，想要追过去，我拉住他。他回头，眸子里带着谴责：“姚佳，你今天太过分了。”我站在原地，望着两人一前一后离去的背影沉思。看来曾楚柔并没有认出来我，恐怕连当初对我做的事也忘了吧。我不知道段南星是怎么想的，但我知道人的劣根性，连曾楚柔也一样，无非是你情我愿的既要又要。混一个圈子的，自然心往一处使，任何一个人都未必融得进去。说实话，我并没有很难受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因为我不爱段南星，只是有那么点浅薄的喜欢，那点喜欢不足以让我头脑发懵。可没想到，或许是见了故人，我久违的失眠，曾经在脑海里逐渐淡去的噩梦，又再次浮现。脑海中曾楚柔的脸和穿着校服的她渐渐重合，肿眼泡单眼皮变成了清晰的外双，下颌角变尖，但眼神还是一样的傲慢轻蔑。她像看畜生一样的眼神，用脚踩着我的头按进还没冲水的马桶里，一边按一边大笑，直到漫长的课间10分钟结束。累了就让后面的跟班接着，时间控制得恰到好处，一按一提，我不会被溺死在马桶里。他笑嘻嘻地站在旁边，将手里的镜头对准我满是脏污的脸上。你是不是也在心里嘲笑我，觉得我配不上他？他用力扯着我的耳朵，将耳洞撕得鲜血淋漓。你家连学费都交不起，凭什么可怜我？凭什么？我头脑发昏，直到铃声响起，才拖着虚弱的身体进了教室，脸上还挂着滴滴答答的污水。垃圾桶旁边放着我的课桌，仅仅是课间10分钟的时间，上面又写满了脏话。在自尊心比天高的年纪，我顶着众人或可怜或鄙夷或不忍的目光，我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床上，
右手摩挲着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划痕。那些划痕是在被霸凌的漫长日子里逃避、放弃生命的印记。一直到天边破晓，我才登上段南星的微博，在里面找到了曾楚柔的账号，用僵硬的手指一点一点地划拉上去。他的未婚夫吗？直到看到男人的照片，我心口一滞，心脏猛烈地跳动。真好，连老天都在帮我。客厅里，段南星疲惫地躺在沙发上。老婆，还在为昨天的生气吗？他抬头看向我。楚柔只是做事没个分寸，其实心眼不坏，只是心思活络了点。小女孩昨天哭了一个晚上，我到凌晨才哄好。我开口，所以你昨天哄了她一个晚上，今早才回家。段南星不自然地别过眼去。我也是替你去道歉的。那我问你，你和曾楚柔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见我这么认真，段南星慌了，连忙举手发誓。我和他真没什么，也就是一个医院里出生，然后小学、初中在一个学校，高中时候我爸把我送出国，我不喜欢国外，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又自己回国了。我静静地听着，眼睛却盯着他的脖颈，那里有一抹绯红的唇印。他注意到我的视线，有些惊慌地捂住脖颈。你别无理取闹，应该是昨天不小心蹭到的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，我不是什么都没说吗？气氛一瞬间僵住，想到曾楚柔的未婚夫，我勾唇道，既然如此，那我给他道个歉吧。说是道歉，段南星到底也是顾及我的面子，通知了圈子里的好友，干脆弄了个黄金单身夜，时间定在周末下午。他说正好，你也可以趁机看看楚柔的未婚夫，这样就不会再乱吃飞醋了吧。从公司出来，段南星打来电话，佳佳，我可能不能过去接你了，你能不能自己打个车过去？电话那头隐隐传来有些兴奋的呼吸声。我开口，你有事？客户那边还有点事，我得过去处理一下。话没说完，那边的段南星突然闷哼了一声，气息有些不稳，尾音里带着几分轻颤。怎么啦？没什么，刚刚马路中间窜出了一只不安分的小猫，吓我一跳。段南星说着，声音微微有些发颤黏腻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先挂了。我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在冷风中站了会，用僵硬的手指打开段南星车上的车载监控。刚开始一切如常，直到他绕远路接了曾楚柔上车，再然后跟我通话那会，曾楚柔趴了下去，头埋在了他的胯间。包厢门口，我正打算推门进去，却听到了曾楚柔的声音：南哥，嫂子脾气这么大，说话夹枪带棒的，你惯了的吗？这以后你也允许他骑在你头上？那你的家庭地位堪忧呀。段南星不以为意的声音传来。没办法，我们还没结婚，不得惯着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最多装到生完孩子后。曾楚柔在旁边附和。还生完孩子，那用得了那么久，最多怀到孕中期，月份太大，医院不会给打的。一群人围着哈哈大笑。我蓦地攥紧手心，女人的声音又响起。要我说，他们那些女的欠调教，就应该大嘴巴子抽，把她抽爽了，就不敢在你面前嚣张了。行了，你还以为是你高中那会随便动手打人呀？有人问，对了，你高中那会打的女生叫什么名字？忘了，记不清了，长什么样我都忘记了，都过去好久了。我的呼吸一滞，胸口像火烧一样，密密麻麻的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立马推门进去。段南星见到我，脸色有一瞬间的苍白。佳佳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路上堵车，刚到。饭桌上，曾楚柔像没事人一样笑着招呼我。嫂子，我们刚刚在聊我高中时候的事呢。我越过众人，坐在段南星的旁边。是吗？曾楚柔挑了挑眉。对呀，就聊我高中时是怎么收拾我们班里那个动不动就犯贱的女生。他说完，房间里落针可闻，有人不好冷场，打着哈哈打算跳过这个话题。曾楚柔却开始不依不饶，她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的思绪也随着她快意的眼神飘向过去。曾楚柔对我的恶，源于她高二那年表白失败，却不幸被我目睹。从学校到我家有一条又深又长的巷子，那天她在巷子里和校草告白，而校草的女朋友是隔壁学校的小太妹。小太妹家有权有势，集结了一帮人蹲守在角落。她告白的话还没说完，一群人围着她。为首的人拿着那封告白信，笑嘻嘻地扇着曾楚柔的脸，落下一句你也配，又一边笑一边扇他耳光警告，明知道他有女朋友还过来告白，是不是贱得慌？
别 TM 惦记我男朋友，不然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我路过时看到了那一幕，在那些人走后，小心翼翼地凑了上去，递过纸巾。曾楚柔抬头看向我，那眼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自那天过后，我就开始被针对。他会每天放学将我关进厕所里，一巴掌又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仿佛这样就可以宣泄他被人当众扇脸的气愤。我不明白，人不是我打的，我甚至还对他抱有善意，他不去报复那晚的人，为什么来报复我？直到后来，我想通了，有些人就是单纯的贱，他欺负不了比他强的人，只能把怨气和不满发泄到比他弱的人身上。对比小太妹，我家破产，家里人死的死，跑的跑，只有一条大黄狗陪在身边。曾楚柔折磨人的手段很多，把人按进马桶里还只是最微不足道的。一周中，他会不定时抽出一天下午，带人将我堵进厕所，扒下我的衣服拍照。猜猜今天要脱你哪一件？内衣还是内裤？我像被凌迟处死的牲口，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。直到他高3那年去法国留学，可离开前，曾楚柔也没放过我。我从小养到大的小狗被他用一根肉肠骗给虐狗犯，被活生生的折断后腿，丢在马路中央。放学时只看到被过往的汽车压到变形的小狗尸体。我的那些照片被发布在学校的表白墙里，一天一夜。照片被相继转发至各个学校。整个高3，我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，不怀好意的男同学黏腻的目光在我的胸前徘徊。我一度休学，患上了 PTSD， 甚至连高考都没去参加。而他去法国学艺术，开启了他璀璨美好的大学生活。佳佳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发抖呀？而且脸色还这么白。段南星的惊慌将我从过去抽离出来，我双手颤抖，抱住身子。原以为过了这么多年，本可以直面，却没想到只是听到就让我出现应激反应。段南星害怕极了，声音带着火气：够了，楚柔，你以前欺负别人，欺负过就算了，别再说了，你嫂子胆子小，被吓到了。那又怎么了？我又没有对嫂子这样做，光是听听有什么好怕的？曾楚柔不悦地回怼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忽然眼里闪过一丝亮光，眼神阴恻恻的。哎，嫂子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闻言，我身体僵硬，扯着嘴角刚想说什么，却不曾想曾楚柔突然一个箭步，快速走到我面前，揪着我的眼，眼神眯起。你怎么好像有点眼熟呀？长得好像我刚刚说的那女的。闻言，所有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行了，楚柔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段南星微微皱眉。你嫂子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人，她从小练泰拳，打人可厉害了。段南星说对了一半。休学那年，我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学习了泰拳，因为心里有怨恨，所以学起来格外的猛。刚开始恋爱时，和段南星讨论爱好，我告诉他自己从小学泰拳。正说着，门被推开，曾楚柔见来人，温柔小跑着过去。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来呢。下一秒，男人的目光平静地扫视一圈。怎么会？即使已经做好了再次见面的准备，我仍旧觉得如遭雷击。陈星也一身挺刮的 Max Mara 的大衣，白皙的额头是下一张俊逸的脸，泛着冷光的金丝眼镜更衬得他眉眼锋利，棱角分明，气质冷峻的像一座冰山。一顿饭，我吃得坐立难安。中途，陈星也去了洗手间，我谎称身体不方便，也离了席位。几分钟后，走廊尽头，一身黑色衬衫的男人冷漠地靠近。陈星也站在原地，靠着门，双手环胸，周身透出强势的气息。这段视频是你发给我的。他举着手机里是曾楚柔和段南星在车上的那段。你想做什么？想让我和曾楚柔算账，还是以此让我们两个取消婚约？我抖了抖指尖的烟灰，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让陈先生知道下，也算是做个好事。话落，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股炽热的气息袭来，下颌被人紧紧掐住。男人气急，胸膛起伏，将我推到阳台边，单手死死地掐住我的腰。林依稀，你还敢出现？你忘了当初我说过的话吗？要是还出现在我眼前，我一定会弄死你。我到如今一直坚信一句话，既然不能为我所有，那就为我所用。一滴滴滚烫的液体顺着眼眶滑落，烫得陈星野收紧的手掌松了几分。他气息不稳，声音很厉。哭什么？你以为你的眼泪对我来说还有用？我会在意？
我和陈星野的过往不算很光彩。我遇见他时，他一个人坐在马路边捂着胃，路灯落在他毛茸茸的头顶上，衬托出他落寞又破碎的身影。我清楚地看出他身上穿的西服和戴的手表都价值不菲。毕竟，在我家没破产前，我爸橱柜里也有几件收藏。于是，我说着谎，刻意接近，刻意引诱，渲染了一个凄惨等待救赎的身世。这么多年，我唯一自信的就是长相，也忘不了陈星野在见到我的第一眼时，眼里的那抹惊艳。食色性也。后来，他越来越爱我，如痴如狂。可结果不尽人意。陈星野的环球公司融资失败的那天，我把他送我的名牌首饰和豪宅全部贱卖，打算卷款就跑。他红着眼眶，颤抖着，求我别走。我还有钱，我还有机会东山再起的。你能不能别离开？我当时说，那我离开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，等你东山再起的时候再来找我吧。然后潇洒转身买了去国外的机票。那天雨夜，陈星野昏倒在地上，我一次都没有回头。他一遍遍地打我电话，我一次也没接。最后一次收到他发来的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借着段南星的手创业，只有简短的几句话：林夕，下次再见，我一定会弄死你。当时的我在想，永远不会有再见面的一天。结果没想到这一天是我促成的。晚风拂过，天边云蒸霞蔚，夕阳穿过袖口，映出胳膊上斑驳的伤痕。我侧身走向洗手间，陈星野的目光直愣愣地落在我的手臂，一动不动。谁弄的？我哑着嗓音，你未婚妻。上面有很多疤痕，有被曾楚柔用卷发棒烫的，也有我自己用水果刀划伤的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穿露胳膊的任何衣服，大夏天也会穿上长袖，并在胳膊上涂上粉底。而在刚刚，我将粉底擦掉。陈星野盯着我的眼睛，随即嗤笑两声。我不会再相信你的鬼话，就算是那又怎样？我凭什么为了你去得罪我未来的妻子？常有人说，恨比爱更长久。陈星野恨不得掐死我。放在我脖颈的手掌宽厚有力。天色渐暗，逆着光，我看不出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隐藏在犀利眉骨下眼里的恨意。不知不觉，我们的距离超过了彼此该有的界限。炽热鼻息喷洒在我头顶，他的体温透过衬衫传递到我的胸口，腰间的那只大手像钳子一样将我牢牢固定在原地。我刚想推开他，却看见曾楚柔和段南星两人正一脸阴沉地走过来。我心下一惊，一把推开他。我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不就是说了你未婚妻几句坏话吗？你至于冲过来动手打人吗？段南星听着这话，脚步停下，一脸疑惑。陈星也顿了几秒，冷脸开口：难道不应该吗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讥讽楚柔，我不应该为她讨回公道吗？曾楚柔满面春光，笑得甜蜜，眼神得意地扫过我。我观察过曾楚柔的微博，陈星也对她一向很冷淡，这好像是头一次对她主动。段南星阴沉着脸，挡在我面前。陈先生，整个事情不全是佳佳的错，你抛开众人来找我老婆的麻烦，是不是太没把我放在眼里？曾楚柔一听这话，撅着嘴。南星，怎么说那难不成是我的错吗？陈星野却好像抓错了重点。你老婆？你们已经结婚了？那你们看着还挺甜蜜的。说完，甩开来人的手，愤然离去。对于这次重逢，我很满意。我不怕他情绪激动，恨不得弄死我，就怕他见到无动于衷。连着几天没再看见过陈星野，我也不恼，登上多年前的博客，发了一张风景照。不多会，赛车俱乐部内，一辆纯黑色的布加迪横亘在跑道上，像是默契一般，枪声响起，两辆车一同发射，树影在我耳边急速倒退，白桦树被凛冽的风刮得哗哗作响。最后一个内弯时，身后的布加迪并没有选择退让，前方积水区，轮胎打滑，我的赛车差点翻出赛道。我借着中速赛道，急打方向盘，拉回了快要装上旁边护栏的车身。砰！红色的法拉利跑车在黝黑的跑道上擦出火花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我坐在车里，深吸一口气，看着车上的转速盘发呆。我玩赛车的本领是跟陈星野学的，他还没失势时玩得很大。大迪也因为年轻气盛，不给对手留机会，他的油门一向踩得猛。我跟在他后面，也学了不少模样。陈星野当初教我时，说我眼中有股狠劲，我就用这股狠劲以异常坚硬的方式在他身边扎了根。还未回过神，
我被人从驾驶位上暴力拉了出来。你疯了啊？谁让你开那么快的？陈星野目光很平静，眼底却是阴冷的戾气。我淡淡道：关你什么事？我就是死了和你也没关系。你都有未婚妻了来找我。四目相对间，他突然掐着我的下颌吻了上来，与其说吻，不如说是在咬，像是把多年的怨气都发泄出来。嘴唇被蹂躏，传来密密麻麻的痛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是曾楚柔打来的。他按灭，对方再次打了过来。陈星野向来是个强势的急性子，对着电话那头骂了个滚字。他喘着粗气：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开口：我要报复你的未婚妻，你别插手。男人一听，情绪突然直转而下，愤然甩开我的手，留给我的只有赛车的尾气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，但我是故意的。报复一个人，并不是让他去承受受害者所经历的一切。伤害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化，而是像钙，沉淀在胸口，成倍增加。爱情、事业、家庭、名誉，才是曾楚柔最应该失去的。从俱乐部出来，我直接去了公司。助理发来消息，说曾楚柔在办公室待了很久。到了顶楼，秘书惨白着脸看向我，我没理会，利落地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。门内，曾楚柔眼眶泛红地靠在段南星的肩膀上，手机被他随意地扔在沙发上，页面还停留在与陈星野的通话记录上。通过最近这几天的调查，我可以肯定，两人并不是恋爱关系，只是利益往来的商业联姻。当初陈星野公司破产，差点被强制执行，是曾家伸出援手，给了他缓冲的机会。而近几年，曾家传统的汽车行业逐渐被新兴汽车行业取代，公司效益大不如前，有隐隐颓废之势，最近更是几近破产。曾家求到了陈星野面前，用当年的恩情挟恩图报。而曾楚柔或许是真的喜欢陈星野，至少他的朋友圈里有一大半都是他，所以这是在段南星这里找安慰来了。眼前的一幕，我以为段南星会向我解释，结果没想到他开口却是让我把公司副总的位置给曾楚柔。用他的话说，陈星野一直对曾楚柔不咸不淡，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事业。我听着这蹩脚的借口，差点笑出了声。早在订婚前，段南星就有意无意想让我让出副总的位置，婚后待在家里。用他的话说，当个富太太不比在外应酬好。段南星劝道：佳佳，你别担心，只是借用。曾楚柔也一改在我面前嚣张的样子。嫂子，这可是为了我的幸福呀，你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能答应吗？真是瞌睡来了就递枕头。我大方点头，可以，1000万，我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他，也把我手持的公司股份卖给他。段南星脸色变了又变，声音带着火：姚家，这可是我们两人共同创立的公司，你竟然要卖掉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这家公司是我和段南星一起创办的，一人出资一半，一人占股50%。我看着他，声音柔和：我这可是为了楚柔好，做戏做全套呀。对于我的善解人意，段南星懵了，只讪讪：也好，反正我们结婚之后你也是要回归家庭的，干脆就给楚柔好了。3天后，1000万打到了我的卡上。我查了源头，是从段南星公司的对公账户上打过来的。陈星野忽冷忽热的手段很有一套，尤其是和我重归于好后，我们见一次面，他和曾楚柔的关系就恶劣几分。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了，曾楚柔在别墅里崩溃大哭。他们的婚约从3年前就开始定下，到现在毫无进展。曾家只当是曾楚柔没出息，占据不了陈星野的心，给他下了多次通牒。于是他铤而走险，用了最愚蠢的方式，想要生米煮成熟饭。陈星野在最后时刻推开他，强撑着理智去了浴室。两家住得近，门内，曾楚柔一身轻薄的情趣内衣，眼神怨恨地望着我。你很得意吗？就算我被他抛弃了又怎么样？我还有段南星，我可以立马穿着这身衣服去找他。你就算知道了，敢和他闹吗？蠢货，公司的职位交出去，男友也随时随地偏心我。我没说话，默默地开始录像。他立马捂着身子惊呼：滚啊，有病吧你！半夜，我收到了段南星的信息，今晚公司有事不回来了。手机震动，一条好友申请消息出现在微信页面，对面没名字，只发过来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一只大手正用力撕扯着黑色的情趣内衣。我看了眼，觉得无聊，还是选择蒙头睡觉。
陈星也最终还是和曾家解除了联姻关系，选择以注资的商业关系继续合作。商业模式的互惠互利要更能深入对方的把柄。时间定在曾家下周一的股市开盘。曾楚柔没辙，他甚至查不到我这个幕后的始作俑者。每天在朋友圈发一些咒骂小三的文案，之后又秒删。我心想，陈星也真会爱人呀。掂量了下手里的证据，腰却被人一把抱住，耳边传来炽热的呼吸，吹得我耳垂发痒。打算什么时候公布？我反问，你觉得呢？陈星也闷闷开口，你的婚礼当天。闹得越大越好，为你出口气。婚礼当天，我坐在化妆间，曾楚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，穿着初见时的那套鱼尾婚服，看着比我更像新娘。她轻蔑地望着我，扬了扬手里的文件袋。你说奇不奇怪？为什么我之前查不到你的任何过往？哪有人将自己的过往抹得干干净净的？这东西，我可是专门找人去了你的老家，费了好大劲。只一眼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最上面的一张是我曾经被发到学校表白墙上的照片。他凑近，怪不得那次吃饭，我觉得你有些眼熟，为什么会对我霸凌别人的事那么害怕？原来你就是呀。陈星野的小三是你吧？我大方承认，看来他还不算太蠢。你想怎么样？曾楚柔神色癫狂。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是要把你千方百计抹掉的经历，在今天的婚礼上完完全全的摆在众人面前。你说现场的这么多人看到了段家为了儿媳妇的裸照，不知道会传到哪里去。我不知道曾楚柔是真蠢还是假蠢。段家在上流圈子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这件事哪怕捅出去，今天在场的宾客只会记得是段家的丑闻。豪门一向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不打算在这个圈子里混了，所以掀桌子没毛病。可段家和曾家怎么也算几十年的交情，他却偏偏选择在今天。是真的狼心狗肺的猪脑子。内场，曾楚柔拿着话筒，满面春光，对着众人大声宣布准备了一份厚礼。他满怀恶意地朝我挑眉。话落，灯光瞬间熄灭，可大屏幕上并没有出现我的照片，而是之前曾楚柔在车上为段南星埋头讨好的视频。瞬间，全场哗然，现场顿时喧闹起来。有人小心议论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从没见过哪个小三能胆子大到这种程度，口口声声说嫂子，这是明目张胆给自己的嫂子戴绿帽子。段南星反应过来，立马冲上前，一个巴掌扇过来。你疯了吗？他脸色煞白，颤抖着身子。佳佳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 AI 合成的，是这个贱人自己被退婚，看不得我们好，故意搞破坏。是真的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因为这个视频是我上传的。早在婚礼开始前，我就让助理扮成现场工作人员的身份，将这份录像放进 U 盘里。年薪100万的助理做事还是很靠谱的。曾楚柔上传的文档早在第一时间就被销毁。闻言，段南星猛地瞪大双眼，声音微微颤抖：“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”我没理会，将头纱戴到了曾楚柔的头上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谁又会知道我的过往信息是故意透露给曾楚柔的？察觉到被刻意调查时，就已经把文件打包发给了他。今天这场戏完全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桃色新闻似乎有极强的传染力，一时间热搜头条好几个爆词，曾楚柔的名字几次三番都撤不下来。废话，我花了整整1000万专门买她的名字。以这件事为热点，我将曾家经济犯罪的事实发到了网上，其中包括曾家偷税漏税、非法盈利、公司账户对私转账，以及向监管部门行贿，每一项指控都有强有力的证明。当天下午，曾家的股票开盘，刚一开盘，陈星野率先将手里曾家的股票狂抛售，注资的千万资金转身投给了对手公司。有了他的这个开头，一些散户也纷纷效仿。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曾家，在这场风波下直接瘫痪，资金链彻底断裂。曾父和曾母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。我一向不喜欢用荡妇来羞辱女性。其实最开始，我在婚礼现场打算放的是曾家的犯罪记录，因为我深知曾楚柔在对待受害者这件事上这么嚣张，是背后的家庭给的支撑。当初被霸凌时，我也有想过向学校老师求助，可曾父作为上市集团的老板，是不惧怕我这个籍籍无名的学生。因为资金断裂，曾家已经好几个月没给工人发过工资。曾楚柔被情绪激动的员工堵在办公室门口，于是某个深夜，
他收拾了一箱行李，打算去周边的小国家躲一段时间，结果被守在他门口的工人们发现。妈的，女儿做小三，父母行贿偷税漏税，欠债不还，一家没一个好东西。现在还想跑，你跑得掉吗？不给工资，哪里都别想去。双方在争执间，他被人按在地上狂揍，结果不知道是谁没收着力，硬生生踹断了他2条腿。众人见事情闹大，一个两个全跑了。地下车库，曾楚柔用仅剩的意识向段南星求助，不过段南星现在自身难保，他早在2天前就被警察带走，理由当然是当初支付给我的1000万是从公司的账户打过去的，公司的账户对私人用户转账已经属于刑事犯罪。曾楚柔是在第2天被人发现送到医院的，他本以为段母会念在他母亲的面子上帮帮他，可实际等他坐着轮椅到段家等待的却是段母的歇斯底里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儿子怎么会坐牢？你还有什么脸求我帮忙？悲痛万分的段母冲上前，也顾不得往日的交情，狠狠扇了曾楚柔几个耳光，又吩咐保镖将人扔出了院子。再次见到他是在一间城中村的老破小危楼里。曾家罪证属实，家里的所有财产都被查封，银行账户也被冻结。因为没钱医治，他的腿在医生的宣告下彻底废掉，墙倒众人推。这间危房是他用身上仅有的奢侈品首饰换来的，房间因为年久失修，天花板已经破损，青色的苔藓顺着墙壁蔓延到房门口，整个房间蔓延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恶臭味。我走了进去，看见了躺在床上面如死灰的曾楚柔。看见我时，他从床上翻滚，跌了下去，像狗一样爬过来。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，直到他双手攥着我的裤脚。我错了，林夕，求求你放过我。对不起，求你放过我。此时此刻，一向嚣张跋扈的人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张狂。我没让他经历我曾经经历的痛苦，却也让他在最美好的年纪，以致往后余生都活在痛苦里。爱情、事业、家庭、名誉，他什么都没有。我抽出衣角，又继续欣赏了会他的惨状。因为没人照顾，曾楚柔想要下床都得爬着去，哪怕是上厕所也只能在地上解决。他的前胸因为处理不及时沾染了粪便。我笑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脸。现在后悔呀？晚了。你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求你的吗？你有对我心慈手软吗？每质问一次，我的情绪就越激动，像是有个锤子正在不停地敲打神经。我以为过去这么多年早就放下了，可实际那场下了多年的酸雨，在此刻见到曾楚柔的惨状时才彻底结束。雨过天晴云破晓，我抬头看着头顶的彩虹落泪。2个月后，段南星的判决书下来，因为他积极承认错误，外加有段家的人出面斡旋，段南星最终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被收监前，他说想要再见我一面，想了想，还是去了。监狱里，段南星一改往日意气风发的模样，整个人颓废不堪，头发按监狱要求被剪成了统一的寸头。他看见我，神情痛苦，双手扒着玻璃。佳佳，如果我出来，你还会等我吗？我望着他，一字一句。如果今天是我坐牢，在里面待3年，你会选择等我吗？我会。哦，那你还挺深情的。段南星眼神发亮，满脸希冀。下一秒，我打碎他的美梦。可我不会。我说完，将当初一起选的结婚戒指扔了过去。身后，段南星满脸懊悔，双手捂着脸，泪水从他指缝中流下。他呜咽着：姚家，怎么办？我后悔了。我买了去国外的机票。落地到瑞士时，天刚下过雨，机场空气潮湿氤氲。我拖着行李箱，辗转到了民宿，在这里住了大半个月，彻底迷上了北欧国家的悠闲安逸。同一个屋檐下的女孩邀请我出海，虽然距离有些远，但我依然应允。船上，我拿着相机，眺望远方，海鸥在头顶盘旋，天边银光皑皑，脑海里却不自觉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波光粼粼的大海在远处翻腾。我忽然想起当初和陈星野分手的时候，当初我被逼到退学，孤身一人来到北京，站在地铁上，人潮涌动，那么多人拥挤着前进。那时我在想，如果地铁的出口是死亡，那些人也会前仆后继地奔向。卑微的人想要生存下来，只能舍弃一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比如爱情。被那样小心翼翼地挽留，我怎么会不爱他？可当初他破产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那时家里破产的场景。父亲跳楼，
母亲卷款跑路，家族里的亲戚把能卖的东西全部拉出去卖了，用来抵债。我成了被唯一抛弃的人。于是，为了防止再次被抛弃，我选择先抛弃别人。离开时，我妈告诉我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不知道这次不告而别，陈星野会不会再次的想要弄死我？出海的船钓到了金枪鱼，即使不是自己的，船上的人依旧为此欢呼。一转头，那抹身影就在眼前。陈星野站在船只的尽头，一身挺刮的羊绒大衣，坚定的、温柔的走向我。他冲上前抱住了我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林夕，我恨你。”我笑着，眼眶发红。我知道，你爱我。晚安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星星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